由於我們很久都沒有拍影片了，所以我也想趁這個影片來講一下目前外骨骼的一個發展的這個狀況。因為外骨骼啊，它這個新的產業真的是日新月異。最近這段時間又發生了很多新的消息，那這邊跟各位來做一下分享。那首先就是這個 Densy DNSYS 這個品牌的膝關節外骨骼 Z1， 各位應該之前看我的影片都有看我提到哦，它是這個裝在膝蓋的這邊的這個膝關節外骨骼，然後是在7月的時候，在這個美國的眾籌網站Kickstarter 上面做眾籌，我那時候買了，然後原本說11月中會發貨啊，那現在已經12月初了，那也沒發，然後我們收到官方的信箱說，可能要到12月中才發。但是由于我的這個贊助的這個序號啊是800多號還是900多號吧，反正我想可能到1、2月我也不會拿到這個膝關節外骨骼。好，但是這個我還是很期待的。好，因為我們上個月有去參加這個 MOA 軍武展。好，那軍武展呢，現場就遇到了很多這個來測試外骨骼的人，那其中就不乏有很多是國軍弟兄。好，那國軍弟兄在某些單位啊，是需要大量的做這個操演。好，就是膝蓋其實是真的很傷的啊，他就有跟我談到說，其實這個單位很多的弟兄身體非常的健壯又年輕，但是每個人都有膝關節的問題哦，不論是這個半月板磨損啊，甚至聽說還有滑脫的問題，我覺得那都是操練過度哦，或者是這個操練的這個可能情境哦，或者是這個用力施力不當，反正就是膝關節問題很多啊，非常年輕。所以他們就很期待這個膝關節的產品啊，並且我們在聊天的過程中，我也發現，其實默默在關注膝關節外骨骼這個產品的人，其實真的是很多哦。那因為現在也沒有一個所謂的論壇嘛，或者是沒有一個討論的風氣，所以他當他跟我談到這個，我說我有買，然後現在正在等產品過來，然後他們也很興奮，就拜托你那個來了一定要叫我去測試一下。我說我也是很期待啊，因為我本身也是膝蓋容易發炎，容易水腫嘛，所以我也很期待這個膝關節。好，那這個部分就可以等一下。好，然後呢，這邊也可以跟各位分享，就是這個 Densy 啊，在我們都這個在 Kickstarter 上面贊助他的第一批支持者都還沒有收到產品的狀況下，他們就發布了 Densy 跟小島秀夫的作品《死亡擱淺2》這是一個遊戲去聯名的一款，竟然就已經先出來了。那《死亡擱淺》呢，對於一些沒聽過的人，就可以簡單的介紹一下。簡單來講，就是一個送貨的遊戲，它的主角就是穿着全身的外骨骼，背着很多的貨，然後它的遊戲的目的就是要把貨順利的從 A 點送到 B 點。那當然過程中有很多不同的運具。有這個什麼電動滑板啦，然後車子啦，一個選項就是走路嘛，然後那個人就是穿着全身的這個外骨骼，背着貨在走路。那當這個外骨骼剛出來的時候呢，比如說這個 Hypershell 也好，這個拍也好，很多人都說，這個是這個真人版。那沒想到還真的就有 Densy 就真的跟死亡擱淺去做聯名了，這個聯名 match 的程度是真的很高啦，也真的是很帥。那但是我們這一批在 Kickstarter 上面支持的人就感覺自己被背叛了，我們的東西都還沒收到，你竟然就發布了這個聯名版。但是呢，我後來看一下它的定價，我也覺得好，那就算了吧，因為這一款死亡擱淺聯名版的價格是$1200，就是我覺得有點太貴了，沒有這個價值。那再來是，我也覺得一個比較奇妙的地方，就是死亡擱淺這款遊戲，能知道這款遊戲，甚至是說是這個遊戲的死忠粉的人，真的跟需要膝關節外骨骼的人是同一批人嗎？在我想象中好像不太一樣吧。膝關節有問題的人，常運動，運動受傷，或者是上了年紀，自然老化，這一批人可能根本就沒有聽過什麼叫做死亡擱淺。玩過這個遊戲，或者說很熱愛這個遊戲的人，大部分應該都是青年或者是青壯年，大部分可能膝蓋也沒有問題吧。那他會為了這個 IP 聯名去花$1200買一個自己可能根本用不到，或者是10幾20年後才用得到的一個膝關節外骨骼嘛？再加上這個死亡擱淺這4個字，擺在一些，比如說我們跟一些長輩說，我們這個有死亡擱淺聯名，天哪，這個太不吉利了吧？又是死亡，又是擱淺。這個聯名在我看來也是蠻妙的，或許能夠在曝光度上面，就是說，大家能夠更多的去了解到說，哇，這個膝關節外骨骼，真的跟這個遊戲聯名了。
但是對於真正想要買這個東西的人，我覺得應該是不會為了這個聯名去買這個產品。這個是 Dentsi 這個力腕膝關節的一個部分。然後呢，還有一個事情，有一個韓國的品牌叫做 WI Robotic， 叫做 We Robotic， 這個也是一個韓國專門在做機器人的公司。他們除了做這個類人形機器人之外呢，大概是去年也發布了自己的這個髖關節機器人。這款髖關節機器人其實它的這個造型跟這個 VIGIX 的拍其實長得很像只是它稍微方方的一塊在這邊。那時候其實我也有去聯絡這個 We Robotic， 說就是目前有沒有銷售的計劃？因為他們號稱是韓國設計，而且是韓國製造的產品，所以說那時候我本來是有一點興趣的，但是首先對方的回信給我是說，目前只打算在國內銷售，沒有外銷的計劃，這是第一個。那第二個是呢，它跟 VIGIX 的拍的這個性能的部分基本上是一樣的，只是說設計有點不一樣。但是它的賣的價格卻來到了這個299萬韓元，相當於大概6萬3台幣。我就會覺得，即使今天它有願意要做出口，但是如果這兩個東西擺在一起，如果說性能差不多的話，它有這個貴將近1倍的這個價值嗎？所以說我也沒有太多的去跟進這個品牌。我覺得，它如果堅持是韓國製造的話，成本一直壓不下來的話，或許會直接在髖關節外骨骼這個地方會去輸給 Hypershield 或者是 VIGIX。但是呢，就在我覺得這個公司可能我不太看好的時候，他們就推出了一個影片，是一個小朋友，真的是小朋友，大概3、4歲、4、5歲的小朋友在使用這個髖關節外骨骼的影片。也就是說，他們針對了從兒童到少年到青少年，從一個小朋友一直到長大的過程中，他的那個外骨骼可以根據小朋友的發展，他可以去做模組化的，就是說，這邊可以增大，或者是腿可以增長，也就是說，這個產品標榜可以從兒童用到青少年，他們已經直接轉入了這個，比如說在成人的髖關節外骨骼上面，他們覺得可能競爭不了目前的現在的品牌，他們轉向把這個產品的使用對象轉去給兒童去使用。我覺得這一點就讓我想到一個事情，就是10月在參加這個台北戶外用品展的時候，那時候我也有在這個展覽現場做一個有關於外骨骼的一個介紹。那剛好其中一個展商他聽完這個外骨骼的介紹以後，就有來問我說，那你說的這些協助行走的這種外骨骼有沒有針對小朋友的？他說是因為他的小朋友有一個好像叫做肌肉張力過高吧，就是肌張力過高。應該是這麼樣的一個症狀，然後就是導致說可能移動方面比較受限，然後問我說有沒有那樣子類似一個小朋友可以使用的產品。那因為那時候是10月，確實在10月的市場上面是沒有這麼一個產品的，所以我就跟他說，這個可能比較抱歉，目前就我所知是沒有。而且我那時候是比較悲觀的跟他說，我說如果要去針对比如說小朋友也好，或者是孕婦也好，或者就是說很特別，這個人數比較少的使用族群，去讓他們試用這類產品的話，那可能要等這類產品競爭到一個非常紅海非常激烈的程度，導致說，一般成人使用的髖關節外骨骼已經賺不到錢了，所以說那些公司才會去把腦筋動到這個可能小朋友或者是孕婦或者是一些更特別的身形的一個使用者身上。但是沒想到這一天來得這麼快。就11月的時候就已經有這個 We Robotic 這個韓國公司就針對小孩子做了這個髖關節外骨骼，所以我在想這個市場上的競爭可能比我想的更要激烈一點，而且這個有行動障礙的兒童可能也是我們比較容易忽略的一個部分，因為我們都覺得這個行動障礙可能就是有受過傷或者是人老了以後才有，但是卻忽略了一些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他這個先天遺傳導致他本來就有這樣的一個缺陷，但是由於他還在成長期，所以可能他就比較不會出現在路上，所以說你路上沒看到不代表這樣的人群不存在。那比較可惜的是我也沒留到這個父母的一個聯絡方式，那我希望如果他有看到這部影片的話，我就可以跟他說，已經有廠商在做了這個 We Robotic 這個針對兒童的這個髖關節外骨骼呢，也會參加，就是今年應該是明年2026年的 CES 展。那估計如果說獲得了不錯好評的話，有望在2026年最慢可能2027年就可以開始量產。
那我覺得這一塊也是我們瑞德會去關注的一個部分。或許它沒辦法產生很大的一個銷量啊，因為畢竟針對兒童嘛，然後又是行動不便，以這個量來說，一定會比成人市場來的少一點。但是我覺得這個就非常有意義啊，所以說我們也會去聯絡一下這個 We Robotic 去跟他聊一下有關於這個兒童的髖關節外骨骼的一個發展的一個狀況。好，那除了這個韓國的兒童外骨骼產品之外呢，因為我們定期有在 Kickstarter 上面去關注嘛，看有沒有新的這個外骨骼產品，結果不搜不知道，一搜嚇一跳，就在上個月又有一個新的品牌外骨骼又出來了，叫做 Ascentis，Ascent 就是那個飛升啊，上升的意思，這個英文 Ascentis， 我們一看到我就非常的驚豔，因為它裡面提到了一個 modular， 就是模組化，然後呢，我把它看完了以後，原來它的這個創新是在於說，它做了一個腰帶，這個電池以及控制器的元件是在這個腰帶上面，但是呢，它把它做了一個模組化。所謂的模組化，就是你可以選擇一個叫做 H 模組，就是 Hip， 就是髖部的模組。當你裝上這個髖部模組以後，它就變成髖關節外骨骼，就像這個 Hypershield 跟這個Vigix 拍一樣，它就是一個髖關節外骨骼。但是呢，你也可以把這個 H 模組拿掉，這個腰帶是留着的，換成 K 模組，K 模組就是 knee 嘛，就是膝蓋的那個 knee。那 K 模組就是，這個腰帶是一樣的，但是呢，它的馬達就變到這邊，所以說就是你用了同一個控制器跟同一組電池，但是你可以隨心所欲的去切換，比如說，你今天需要髖關節，那你就加上髖關節模組啊；你今天需要膝關節，你就可以加入這個膝關節模組。確實，這個是很有創意啦。但是當我看完的時候，我還是覺得有一點點失望，因為在我心目中，就是模組化的話，應該是，比如說，我今天是想要髖關節，那我就是髖關節就好。但是如果我今天想要膝關節，因為髖關節是幫助你抬腿嘛，幫助你做這個動作，但是它並沒有幫你膝蓋做減負減壓的動作。但就是說，我同時又需要抬腿的力量，同時又需要膝蓋減壓的話，我可以再把这個加上去，就是讓你同時可以穿戴髖關節跟膝關節外骨骼。在我看來，這個才是模組化的特點嘛。這個 Ascentis 呢，它目前做的就是2選1，就要麼髖關節，要麼膝關節，它兩個關節是不能同時存在的。未來如果能做到說，有時候我需要膝關節，有時候我需要髖關節，有時候我需要兩個都穿，能做到這種模組化的話，才是真正的模組化。但是它就至少能夠單一去做切換，也算是一個大進步，各方面都做得不錯。然後再加上它的價格，其實因為是早鳥價嘛，這個也是很誘人。然後我又稍微搜尋了一下，想要找一下這到底這個 Ascentis 這個公司背景是什麼？結果就讓我找到了原來就是這個成天科技。也是中國大陸的公司。那成天科技呢，原本是在做就是醫療型的下肢機器人，它是做這一塊起家的。然後最近呢也跟上了這個消費級外骨骼的這個熱潮。但是關於這個 Ascentis 的產品呢，我就沒有在 Kickstarter 上面去做購買，因為這個我覺得還是要等它這個產品已經，比如說公司已經有出過產品了，它有這樣子的一個記錄，我才敢在眾籌的時候去買，因為這個是成天科技他們第一次做消費級的產品，我還是會有一點擔心，尤其是這個模組化，在我看起來其實難度並不低，如果要做得好的話，難度不低，所以我是希望等它真的Kickstarter 上面的一個產品都開始交付了，然後大家的評論都很好，那我才會去買這個樣品來測試。不過可預見的就是目前中國大陸的這幾個廠商以上我們講的集合、肯慶、動思、成天，全部都是中國大陸的廠商只有這個 We Robotic 是韓國的這個血統，全部都是他們在那邊競爭。那我也很希望說，台灣是不是？美國是不是？或者是日本、德國是不是有些其他國家的一些大的品牌能夠 join 到這個消費級外骨骼的市場裡面然後我們也比較樂見有更多的這個競爭者，更多的品牌
提出不同的他們對於這個產品的想法。那目前的話，除了以上的品牌，比較知名的应該就是這個始祖鳥跟這個 Skip 美國那確實就是一個美國公司Skip 即將要推出的這個膝關節外骨骼的褲子，也預計會是在明年開始發貨。但是呢，我上了他們的官網看一下，首先是定價仍然是$4500這一點讓我有一點無法下手。那再來是他們的這個預購制啊，就是好像是沒有打算要做現貨的感覺就是說你預購了以後，他會跟你說，2027年幾月才能交貨？那如果你現在不預購，你半年後再交貨的話，他可能又要等到2027年底就是它一直是在一種小量接單生產的狀態。那如果是这種狀態的話，我就有一點就是說不是很看好這個產品，因為我覺得這個產品，如果你都一直是接這個預購制的，然後你沒有去大量的去做生產，然後這個我們實體店家拿不到一個樣品去做測試的話，你要怎麼樣去說服人家直接一次花$4500去買一個他自己都沒有穿過的一個產品呢？所以說我對於這個 Skip 跟始祖鳥合作的這一款外骨骼機械褲，我稍微的悲觀一點那我也期待他們能出一個更親民一點的價格並且是直接去做量產，而不是接單訂購的一個產品。那我們是可以期待明年乃至2027年，我覺得會是消費級外骨骼整個大爆發的一個元年。那我也希望這個行動可能比較不方便的人，真的能夠靠消費級外骨骼，以比較低的成本、比較低的價格去改善這個生活。如果我們作為一個代理商、零售商，能夠作為中間者，就是品牌跟這個消費者中間的一個橋樑的話，我覺得也是工作上一個很大的一個意義。那當然也有更大一部分的人，他們對於這個消費級外骨骼抱有了太大的期待就希望可能会有奇蹟發生。就像有些電話裡面有提到說，那這個本身是坐輪椅了，已經不能走的，能不能用？那其實我們就知道這根本就不可能用嘛，因為你要使用這個消費級外骨骼，這至少要能夠自然的行走，拿單拐杖可能還可以，但是如果像平衡感本來就不好的，或者是雙腿已經基本上沒辦法走的人，就真的是没辦法用。但是他們還是會過來試試看，然後去確定這個東西真的沒辦法用，然後有一點這個失望吧，有一點遺憾的離開。其實看到這個狀況，感覺還是蠻不捨的。做了這個事情以後，才讓我覺得說，原來是有這麼多的人這個行動不方便，然後那種想要讓自己恢復行動的這種慾望其實是很強的，然後他們也希望有這麼樣一個設備或科技或服務能夠讓他們恢復到這個之前的一個行動力。但是目前確實這個消費級外骨骼能做到的還是有限那但是這個它的能力應該會隨着廠商不斷的競爭嘛這個技術不斷的發展，應該能服務到更多的這個人群這個東西商業上我覺得是可行的，也符合一個趨勢，就是老齡化的全球趨勢。希望台灣的幾個科技大廠或者是一些比較大的公司能夠看上這一塊，積極的投入研發哪怕沒辦法做成自有的品牌，那至少開始做這個消費級外骨骼裡面比較核心關鍵的一些零組件。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介入這個消費級外骨骼市場的一個很棒的一個方式。好，那今天確實分享的有點多，謝謝你的收看。那有關於這個外骨骼最新的消息的話，我們還是會在這個 Facebook 或者是 YouTube 持續跟各位分享但是因為最近確實工作非常的忙，所以有時候不是那麼及時如果你們有想要及時的了解一些影片裡面沒有講到的事情也歡迎直接來店裡面或者是透過這個官方 LINE 或 FB 的訊息跟我們聯絡。好，那這一次的影片就到這邊，我是凱夫，拜拜。